心脏监护仪发出尖锐的警报声，我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。我活了35年，生命即将在这个弥漫着消毒水气味的小房间里结束。血压在下降，准备肾上腺素，快！医生和护士的喊声变得模糊不清。我的病床边没有家人，也没有朋友来送我最后一程。此时此刻，马克斯韦尔·萨顿大概正站在某个婚礼圣坛前，为安吉丽卡·泽维尔戴上钻戒。真是可笑，他从未给我买过一枚。丽贝卡·萨顿，我们共同抚养了10年的女儿，大概正手捧戒枕站在那里。这一切是多么讽刺！我曾用尽一切去爱的那些人，正在庆祝我的消失，而我却在咽下最后一口气。意识逐渐模糊之际，我许下了最后一个愿望。如果还有来生，我祈祷再也不要遇见马克斯韦尔·乔斯林。起床了，不然今天模拟考要迟到了。妈妈的声音把我拉回了现实。我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回到了18岁时的房间。书桌靠着淡蓝色的窗帘，上面堆着学习资料。墙上贴满了往年埃尔姆肖尔大学的招生简章。现在是2010年4月7日，距离高考还有2个月。然后我意识到，我重生了。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那是一张毫无岁月痕迹的脸，没有多年抑郁留下的皱纹，也没有化疗带来的枯槁病容，只有乌黑的长发、明亮的眼睛和健康的身体。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怎么了？做噩梦了？妈妈递给我一条毛巾。没事，妈，我擦掉眼泪，重生后第一次露出了笑容。我只是想通了一些事，仅此而已。在前世的这一天，我因为模拟考失利而彻底崩溃。我暗恋的学长马克斯韦尔试图安慰我，那就是我长达20年单向恋情的开始。但这一次，我的成绩冲进了年级前10。乔斯林，你太厉害了！我的同桌伊冯·斯宾塞兴奋地拍着我的肩膀，这次数学这么难，你居然还考了92分。我笑了笑，但这次我没有像上次那样冲去告诉马克斯韦尔。我知道他此刻正在操场上从安吉丽卡手里接过一瓶水。前世，我因为成绩不理想哭着跑去找他，他正喝着那瓶水，而我那颗被爱情冲昏的头脑只记住了他安慰我的话。我甚至没注意到安吉丽卡就在旁边，自始至终都在冷嘲热讽。伊冯，你打算申请哪所大学？我随意地问道。大概是斯通威克大学，因为我父母在那个城市工作，他回答，然后叹了口气，接着说，你知道我的成绩也就一般般。前世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埃尔姆肖尔大学。我追随马克斯韦尔，即使这意味着放弃更好的机会。但这一次，我们一起努力吧。我也有点想去斯通威克大学，我说。伊冯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问道，你不是一直说要和那个帅气的马克斯韦尔一起去埃尔姆肖尔大学吗？我改变主意了，我轻声回答，目光瞥向窗外，那里马克斯韦尔正搂着安吉丽卡的腰。我觉得斯通威克其实也挺好的，我补充道。高考结束那天，全班聚餐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马克斯韦尔坐到了我旁边的位置。听说你要去斯通威克了，他递给我一杯果汁，你不是说要留在埃尔姆肖尔吗？第2章，马克斯韦尔递给我一杯饮料，但我没喝。计划有变，我说。因为我吗？他压低声音补充道，如果是因为我和安吉丽卡，别自作多情了。我放下杯子，迎上他的目光，我只是觉得斯通威克大学更适合我。马克斯韦尔看起来有些错愕。在前世，我从未敢像这样直视他的眼睛。我总是畏畏缩缩，揣摩他的情绪。其实他顿了顿，然后接着说，我已经和安吉丽卡分手了。他的话让我差点笑出声。历史正在重演。在前世的同一时刻，他也曾扔下这枚炸弹。我当时立刻因为这个改变了志愿。而就在我鼓起勇气向他表白时，他却和安吉丽卡复合了。我只是简短的回答，哦，然后我站起身补充道，那不关我的事。祝你一切顺利，马克斯韦尔。
我转身走向伊冯，留下马克斯韦尔一脸难以置信地盯着我的背影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为他而暂停我的人生。我切断了与他所有的联系，和伊冯一起去全国各地短途旅行。在高原湖畔，他深吸了一口山上清新的空气。这景色太美了，乔斯林。我们今天能来这里，真是太幸运了。听说山上通常多云，大多数人都看不到湖。是啊，我们真的很走运，我回答，尽管内心忍不住想，我能获得第二次生命的机会，是何其幸运。这次我不会再浪费它了。我听说马克斯韦尔出国旅游了。有钱真好，伊冯随口说道。我没有说话。大学新学期即将开始，我正在收拾行李，一封电子邮件弹了出来。乔斯林，我旅行给你带了礼物。一起吃个饭吗？我瞥了一眼，立刻删除了邮件。我不会再见到你了，马克斯韦尔，我低声说。斯通威克大学比我想象的还要美丽，红砖绿瓦的建筑掩映在茂密的橡树林下。我们真的做到了，伊冯兴奋地说，拉着我的手在校园里奔跑。看着他灿烂的笑容，一种温暖而意外的幸福感充斥心间。在前世，我太沉迷于马克斯韦尔，对他唯命是从，把其他人都推开了。这一次，我有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。你要加入什么社团？我想报名街舞社。他翻看着招新传单。创业社，我指着不远处的一个摊位回答，还有金融投资社。伊冯的眼睛瞪得更大了。哇，这么拼！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认真了？我笑了笑，但没有解释。前世我把时间浪费在追逐一段虚幻的感情上，荒废了学业和抱负。这一次，我要拿回我失去的一切。时光飞逝，转眼我已是大二学生。我和几个社团伙伴一起，为校园开发了一个二手市场应用程序。起初，这只是一个课程项目，但它很快就在全校流行起来。厉小姐，方便聊几句吗？一天下课后，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的男人在走廊叫住了我。我是顶点创投的扎卡里·科尔。我对你的项目非常感兴趣。他的名字像一道闪电击中了我。在前世，他是科技投资界的后起之秀，30多岁就登上了富豪榜。而现在，他就在我面前递上了他的名片。幸会，我接过名片，努力保持镇定，但我们的团队有5个人。我想特别和你谈谈，扎卡里微笑着说，这是你的主意，对吧？他显然做过功课了。我的心砰砰直跳，不是因为紧张，而是因为兴奋。这是一个在前世被我完全错过的关键机会。扎卡里的办公室在斯通威克市中心最高建筑的顶层，落地窗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全景。我出200万美元，换取20%的股权。他把一份合同划到桌子对面，条件是毕业后你需要全职投入。你主修软件工程，对吧？这和我们需要的完全匹配。我仔细阅读了条款，并充分利用了在社团学到的商业知识。报价很合理，但我希望保留核心技术的专利所有权。扎卡里扬了扬眉。你还懂专利法？他问。读过一些，我合上文件夹。另外，我要求在董事会占有一个席位。第3章。我专注地看着扎卡里，他微笑着迎上我的目光。乔斯林，你真是让人意外。谈判持续了3个小时，我们最终达成协议，以200万美元投资换取15%的股权，我保留专利的完全所有权，并作为观察员获得一个董事会席位。我离开时，扎卡里送我到大楼门口。要知道，我通常不投资学生初创企业，他说。那为什么破例？我问。我确实很好奇他为什么找上我。你身上有一种我在学生身上不常见到的锐气，他给了我一个难以解读的眼神，就好像你在逼自己，比你这个年龄的人通常要努力得多。我的心一沉，他看穿了我，仿佛他能看出，在这张年轻面孔的背后，是一个已经活过一生，从死亡边缘回来的人。我会努力不让你失望的，我回答。我转身离开，
没有告诉他真相，他所看到的驱动力来自另一段人生，来自35岁孤独死去的悔恨。毕业3年后，我们公司的估值超过了1亿美元。我在银沙湾买了一套公寓，把父母从埃尔姆肖尔接到了斯通威克。伊冯成了我的市场总监，而扎卡里，我们之间总有一种我无法言说的东西。乔斯林，收购文件准备好了，他满面笑容地走进我的办公室。什么事让你这么开心？我抬起头看了一眼，又继续看我正在审阅的文件。猜猜我们的新 CFO 是谁？他问。我没从正在审阅的合同上抬头。谁？马克斯韦尔·萨顿，他回答。我的手指瞬间收紧，合同纸被捏出了褶皱。没想到吧？这是什么概率？我们要在一起工作了。真是缘分啊！伊冯还在为这个巧合兴奋，没注意到我表情的变化。你确定是我们高中的那个家伙吗？我盯着他，迫切希望得到不同的答案。是的，他上周从埃尔姆肖尔调过来的。我听说科尔先生亲自招募的他。伊冯终于注意到了我的表情，笑容消失了。嘿，你还好吗？你脸色很难看，他说。我站起身走到窗边，深吸了一口气。6年了，我费尽心机避开任何可能遇到马克斯韦尔的机会。我甚至找借口不回家过节。没想到，命运又把他硬生生塞回我的生活。我没事，我转过身，用一种近乎不自然的平稳语气说，准备开会吧。会议室里，马克斯韦尔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，站在投影仪旁自我介绍。25岁的他比高中时更加成熟，举手投足间带着一种习惯于掌控一切的从容。我很高兴能加入这样一个充满活力的团队。他的目光扫过房间，在每个人身上停留片刻。当目光落在我身上时，停顿了一拍，然后才回过神来。我面无表情地翻看着文件，尽管心脏在胸腔里狂跳。在前世这个时间点，我已经是他的妻子了。我放弃了自己的事业，在家抚养我们共同收养的女儿丽贝卡。光是想到在病床上孤独死去的场景，我就浑身冒出冷汗。丽小姐，对预算有什么看法吗？扎卡里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所有人都看向我。我抬起头，迎上马克斯韦尔探究的目光。没有，我放下手中那只被我攥的金属部分都沾满湿黏冷汗的笔，但我有件事要宣布。会议室安静下来。我想辞职。